一颗心的科学，咒语的唱诵。唱诵是一门被称为一颗心的灵性科学，它能调节我们的能量的音色，把我们自己看成是一个神圣的弦乐器。当我们唱诵时，弦的振动会使我们的身体的30万亿细胞共振和跳舞，并形成我们身体、情感和心理的运作模式。这一集的影片，我们要来向你报告，唱诵和唱歌有什么不一样？为什么要唱诵？唱诵有什么好处呢？如何唱诵达到更好的效果？宜家快报，快乐的向你报告。你好，我是明珠。宜家快报，我们用宜家的角度来报道不同的主题。首先让我们来认识唱诵和唱歌有什么不一样。唱诵不是唱歌，唱诵是去震动全身的所有细胞，心智的所有想法和灵魂水晶般的核心，使它们和音流相一致。我们说的话并不是声音之流，声音之流是我们使用我们的身体的有机物质所创造的。我们使用的是普拉纳生命力，它具有投射的能力。唱诵和呼吸的关系，那些在生活中受苦的人，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明智而受苦，他们受苦因为他们没有运用神性的智慧。神性的智慧并不是那些我们曾经被告知的，它是特别的东西，它是最简单的东西。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所拥有的就是普拉纳。心智的能量要被控制，必须由呼吸、空气、普拉纳来控制。普拉纳是力量，呼吸是力量。那就是为什么音流、神圣的话语是如此有力量。每一个咒语都有让我们的细胞和它跳舞的能力，我们的全身和它一起震动，它是一个交错的震动。普拉纳这个生命的能量的声音，那是光和生命的一种创造力，是声音的创造者，它们是相互关联的。将咒语和呼吸配合在一起是很有益处的。神只给了我们生命的呼吸，当我们用它来唱诵一个咒语时，我们就让我们自己正面纯净。我们的震动是非常有穿透力的。声音需要呼吸，最经常用的是呼出去的气流。控制呼吸的呼气是从控制肚脐点开始，通过有节奏的震动配合呼吸到一个特定的声音，一个人可以把他的敏感度扩展到对整个音震的范围。这就好比是在弦乐器拨动一个音符，当你发出一种音震，宇宙与你一起共振。唱诵有什么好处呢？声音之流 NAD 对神有无限的力量，它可以连接神，它有力量，这是赋予人类可以超越的唯一力量。当我们用我们的舌头说出咕噜的话语时，我们就被净化了。当我们唱诵一个咒语的时候，我们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热量，所有的业障都被烧毁了，我们变得中庸，不偏不倚。为什么要唱诵？每个人都有2个没有开发的地方，一个是额叶，额叶控制人格模式，还有上颚，上颚控制丘脑和下丘脑。如果我们允许它们通过时间和环境来发展，我们和动物之间就没有任何区别。动物的发展是靠本能冲动，我们的发展必须是靠直觉。我们的上颚有84个经络点，当我们发出这些咒语的声音时，
我们的舌头会触及那些经络，刺激它们。这种交流会创造了第三眼的开放感。当我们唱诵时，我们的舌尖碰触上颚，它刺激了84个经络点，这会给我们胜利的力量和能量。口腔上颚的经络点，上颚就是口腔的顶部，它有84个经络点，在靠近牙齿背面的硬腭边沿上有32对穴位，也就是64个，也就是每个牙齿后面有4个穴位，其他20个穴位位于上颚中央的曲线或是 U 型部位，左右每侧各有10个穴位。舌头的每一部分的运动都会激发这些经络点，这些穴位就像电脑的输入键盘，这个电脑位于大脑的下丘脑区域，它能接受到音流的重复声音模式制造的脉冲，而这会被转化为调节化学成分的讯息，并传递到全身和大脑所有的重要区域。它通过血管和脑垂体，也就是身体分泌腺的总管连在一起，这调节内分泌系统和新陈代谢的功能，形成了中性平衡的心智，并且增强免疫功能。它可以克服忧郁症，增强智力和直觉，开发慈悲心的力量。我们在被创造时就带有72根弦，它们在72小时的时段中会有不同的主导地位。皇冠脉轮，也就是我们的顶轮的牵绊莲花，会用1000种震动敲击每一个弦，因此我们有72000次音震冲击，可以传送能量到全身，并创造我们的系统。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迷走神经就是那根核心的琴弦，它被称为一颗心。它对其他的弦来说就是一根调音管。左右脉通过中脉，中脉被称为中枢神经系统，来投射这些生命的声音。当我们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在使用我们的生命。当脊椎中的中央通道活跃起来，而且有左脉和右脉2个通道的和谐配合，整个机体就开始震动了。当我们说一个咒语，并且从舌尖震动时，我们要从中央通道，也就是中脉那里发出，并同时从丹田发出震动。当舌尖和丹田被连接起来时，来自肚脐的额外的能量脉冲就会将话语推向无边界的境界。话语的动作有一个强大的投射，就像一个战士的意志力，它不用大声的震动，每个细胞都在震动从丹田释放出的能量。上面3个脉轮是属于灵性的，下面3个脉轮是属于世俗的，它们在心轮人类的领域交汇。唱诵要点，我们可以用3种意识的语言来唱诵咒语。大声的，就人类的声音，对这个世界事物的觉知；轻声细语，就是耳语，它又被称为情人的声音，体验渴望归属。还有一种声音叫做静默，它是神的声音，冥想着无限或心理上的震动。唱诵咒语，不管是无声的或是大声的，都是一种有意识控制和引导心智的方法。如何使咒语有效呢？节奏最重要的因素是保持清晰精确的节奏，严格保持特定咒语正确的节拍。咒语没有意义，除非你赋予它韵律。当我们知道如何弹奏一种乐器的那一刻，音乐就会从这个乐器出来。投射，当我们唱诵咒语时，我们是在投射我们的普拉纳，
生命力，用我们纯洁的灵魂去投射，要意识到我们是从哪一个脉轮投射的。发音正确的应用舌头在经络点的压力，保持组成话语音节正确的平衡和节奏。当我们唱诵一个咒语时，我们选择去激发那些特定音节中所包含的正面力量。只要唱诵它们，我们就是把那个震动付诸行动，这将产生一种效果。实际是我们是否明白那个声音的含义并不重要。当我们唱诵同时倾听我们的声音时，它是最强大的。如果我们只是唱诵，它只有一半的力量。唱诵同时聆听自己的唱诵，可以结合更高的意识。当我们发展这种聆听的力量时，每当另一个人在说话时，我们就能够分析什么对我们好，什么不是。这是拥有知识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。最大的秘密 ，Jap 重复。我们必须去体验和培养，去回想咕噜的话语。我们应该成为音流的妙语，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。真实的科学就是找到那个声音，并在那个声音中回想，这将是灵魂的超越，而神会居住在你心中。从技术上讲，最好的方法就是做 Jap， 就是重复。我们都通过振动相互影响，但是一旦我们知道应用我们的振动来穿透和引导的艺术，我们变得强大。我们的力量是为了对准目标，通常我们都是强大的，但有些人知道如何集中火力。咒语就像这样，你拿石头把它扔在水里，会产生持续的波纹，那就是有关咒语的全部。它要被记住，记住，记住，要用你的心、你的头脑、你的身体，在你内心里唱诵。你唯一的渴望就是重复它。开始可能有点困难，但很快神就会来为你工作。任何事物你有意识的重复，就成为你，或者你就成为他。这是法则，它永远不会改变。你只是开始说一个字，力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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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意识的你将成为力量。咒语并不仅是任何声音或思想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咒语早已存在神的 DNA 中。它们在每个生物的每个细胞中，它们的声音有焦点，并且包含一个刺激性的种子，为更高的体验提供了一个模板。重复一个咒语，重组了在心智中过滤体验的模式。当我们重复这些声音时，舌头触及上颚的经络点，这可以提醒大脑的丘脑和下丘脑。我们可以通过使用音流来控制大脑的功能和水平。我们可以解决精神投射的功能和频率，然后我们可以放松、实际和临在。当你做 Jap 时，重复唱诵咒语，那么结果就是这个热度可以烧掉业障。那就是为什么 Jap 是瑜伽中最强大重要的部分。在其中，我们重复话语来合格我们自己，进入那个字的意识的水平。一旦我们重复那个字并达到那个水平，我们就能移动整个宇宙，不是一个人，是整个宇宙。感谢你的收看，也感谢你的订阅和留言和分享。我们下一个影带见。